一开始啊，我和小吴，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，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。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，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。曹老师，您看看啊。这是手枪弹道，虽然只有一小段，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，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。手枪的弹道，这是？也就是说，右颊部的位置，其实他中了2枪。那个一枪是猎枪，一枪是手枪。没错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，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？从医学的角度上说，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，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，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上了。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，才能受到头部的阻抗啊。曹老师，咋样？我在这儿说不清楚。这样吧，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。金川，麻烦你跑一趟，把那老姜也叫过去。是。稍等啊。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，这是5.4手枪留下的，确切的说，是张艺文的5.4手枪留下的。这个弹孔很小，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。就是说，这子弹打中了人，对不对，曹老师？对。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当时我是亲眼看见叶文被撂倒的。老郑，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。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，我们只有搞清楚张艺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，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。老姜，你跑到2楼之后，张艺文有没有开过枪？你看得见吗？那还看啥去啊？我上2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，那还怎么开枪啊？那你往2楼撤的时候，张艺文只中了1枪，对吗？啊。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，其实只打中了张艺文的右胸部，但并不致命。张艺文倒地之后，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，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，他们在张艺文的头上补了1枪，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。曹老师啊，张艺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，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？没错，你的这个问题，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。生，你站着。哎。根据张艺文的持枪姿势和弹孔的位置来判断，
他要击中的不是别人，正是11号。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，我就很矛盾。如果11号是被张艺文击中的，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5.4手枪的弹道呢？直到今天，王德伦老师在11号右颊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。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3枪，对吗，曹老师？对，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艺文的这一枪。韩局啊，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吗？11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。哎呀，这个张艺文了不起啊！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。那曹老师啊，这11号中这2枪猎枪，又咋解释啊？毁尸灭迹。11号中枪后，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，可11号中的是致命伤，人肯定是带不走的，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2枪，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，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，作用有2个，一是灭口，二是破坏手枪弹道，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。那按理说，补1枪就足以致命了，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，那为啥还要再补第2枪，而且还打在眼睛上？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，谁听过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，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，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啊容易结伙，就是结团伙，抱团，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。既然抱团啊，还有往眼睛上打了1枪，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？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？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，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。照这么说，那11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。很多，11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？不能，谢霆，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，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。此人呢，年龄在25岁左右，身高呢在1.8米至1.85米之间，体态适中。不过呀，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，尸体的右上侧第3颗牙是树脂胶假牙。步兵到，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，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。是。金川，哎，到，立刻查阅所有案宗，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。是。排查工作正常进行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？那韩局，您什么意思啊？发动群众。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。摸排工作繁复耗时，我们利用报社、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，搜集线索，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。那这么一整，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？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？咱们再努力救这些人手，必须发动群众了。悬赏5万，5万可以吧？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，能挣几个5万，对吧？好，那我去通知电视台。
青东啊，到，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，1500万份。是。秦队，哎，我找点东西。您找谁的档案？记者同志，韩局，戴局，怎么了？我有重要情况汇报。这样，同志，你说。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，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。对对对，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。韩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这是卷宗啊，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，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，这就是格楞眼啊。存还是取？存还是取啊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钱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，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格楞眼特征的人，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。韩局，要这样一来，我倒觉着这3个案的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。安太局不对嘛？你看这金鹿储蓄所明显是2个人干的，128大是4个人干的，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。是2个人啊，可是金鹿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，那2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？2个人变成4个人呢？这是推断，你这办案子不能这。你听他说完，你就说。那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，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，有很多目击证人。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，但基本归纳是这2个人是本地人，基本特征都是1.8米左右，其中一个左眼下斜，格楞眼，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，然后持5.4手枪。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，跟这个11号无名氏。那另一个呢？另一个那个，特征就是比较白，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。韩局，让韩局考虑考虑，并案的不是小事儿。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，至少格楞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。警长，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，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。是。记者同志，来吧，可以进来了。全市市民同志们，我们合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，4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，手持5连发猎枪，闯入西山矿保卫科，打死打伤多人。
抢走540手枪3支，并爆破纵火。在我保卫干部精警的英勇反击下，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，弃车逃跑。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公安厅。妈妈，这是爸爸的破案吗？多次指示。对，是你爸爸。不管下多大。还有我爸爸。对，还有你爸爸。还有你妈我。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，年龄25岁左右，身高1.83米左右，体态适中，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，左眼下斜，俗称咯楞牙。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，身高1.8米左右，细长眼，皮肤较白，身穿黑色皮衣，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。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，头戴假发套，身高1.7米左右，20出头。啥呀？头戴不是女的呀？灰色毛线帽。何尝还有这号人呢？褐色半长大衣。提供重大线索，破获此案子，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万元奖励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，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。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。兄弟，这奖金5万呢，要是我可发大财了。我看他就挺像，挺胖圆脸。他也挺像啊！老板，来，大哥，杀猪菜来，热乎的杀猪菜来。哎，川哥，来拿着，对，拿着。哎，白玲，你别总这样。不是，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！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，快点拿一下。白玲啊，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，要想吃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买啊。不是，你看你老客气。我问你，那个电视你看了吗？我看了，不是那个奖励5万块钱吗？有人卖1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。白玲，你这人来人往的，人多，你帮我们留心点啊。行，走。你不烧2只。好，你说的我都记下来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咋样？好吃不？这里边手艺不错。我跟你说，调教出来的。往你能耐的。回来了。哎呀，饺子呀！那假牙查得怎么样？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，这专家说呢，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，应该是个私人牙医。全市呢，私人诊所有21个啊，我们跑了11个。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，就怕惹事儿，影响收入什么的。对了，咱们是20-30岁的男青年，多少人有假牙？这个弄明白了，276个。你听说呢？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咯楞牙，愣是一个没对上。我听说有咯楞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。那肯定急眼。喂，哎，何所？胡队不在，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？有这么个事儿。昨天晚上啊，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，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，在上个月的中旬，有一个姓罗的司机，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，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。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，就报告了派出所。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，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。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，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。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，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。还有啥？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，有3个男的，1个女的。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。栽绒帽。这事儿
从来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。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，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。你这样，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，我马上过去啊。来了，人在里边。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？1月17号。怎么记那么清楚呢？那我命差点丢了，我能记得不清楚吗？就是上个月17号。哦，周子，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，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。哎，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？大概几点啊？4点钟左右吧，天快黑了。对方几个人啊？4个人，3个男的，1个女的。脸儿看清了吗？那看不清，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。那高矮胖瘦啥的，这总能看到吧？啊，这看到了。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。哦，哪俩？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。那个女的头发挺长，起码得到这儿吧。我到哪儿？就这儿。眼睛挺大，挺瘦，个头1.7米左右，20出头。包你车那男的呢？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，白白胖胖的。超哥，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，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半年才发一次工资，指定没记错。好，你从头说，越详细越好啊。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，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，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，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。哥，咱这去哪儿啊？就前面办点事儿。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，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我没注意，我就光看那女的了。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？我就好奇，一般吧，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。哪样的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脸化妆，乍一看吧挺漂亮，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，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。你接着说。大哥，咱到底去哪儿啊？前面是靶场，再往前进山了。不进山，走吧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。派出所来了几个人，带我去找车。车门开着，钥匙没了，还多了股酒精味儿。酒精味儿？你鼻子那么好使呢？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？嗨，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。也是啊。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？各位领导，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，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。就那儿是不？对，就这儿。那个铁东所，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？像发廊啊、小饭馆什么的，打没打听？就是对这4个人有没有印象？打听过了，
铁洞所笔录上说，他们对4个人都没什么印象。啊，这是那个交河板厂家属区后门。哦，这面平时人挺多的。就都从这儿走是吧？对，从这儿过去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一片挺大呀，这片大，有20多栋楼。这住多少人呢？这会儿人挺多，也很杂。厂子效益不好，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，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。戴局，我感觉这伙人，128案就这4人干的。哎，这么的，行了，那就谢谢你啊，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。太冷了，赶紧送他回去吧。我有什么情况，我再需要再问你，再麻烦你行不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好，赶紧，太冷了。你啥意思？我觉得这4个人，这个体貌特征还有劫车时间，都一样一致。另外，那个所谓的女性，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，还有。那个1月17号，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？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。1月17号是什么日子？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，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，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。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。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。哦。我明白了。1月17号，这帮家伙就想动手，完了，那个出租司机跑了，把他们给冲了，他没干成，是这意思不？肯定是这么回事啊。4个人，样貌特征，全能对得上。另外，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，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。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。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是一致啊。所以戴局，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，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。不行，我来，我挨家挨户的，我来查。拉倒吧你咋那么能耐？你一个人查呀？还有我呢。你也不够，多大一片？多少人？你没看着这一片啊？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。这样吧，你先别管了，这片归东山分局管。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，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。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，还是没啥新线索。哎呀，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。哎呀，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，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。给他洗澡穿衣。洗澡穿衣？对，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。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，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，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。艾夏薇，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，找出更多特征。这样的手术，也只有王处你能做了。王叔，你看这啥玩意儿？你看，拿手电。看着像纹身似的。哎呀，这要是纹身的话，那就太好辨认了。拍照。
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个龙形的纹身，在左臂上。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，就显现出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龙头是昂起的，身体呢是弯曲的，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。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，比较模糊。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？这个龙头有点异样。首先，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，而且它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，而是分叉的信子。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。哎呦，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，赵哥，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，排查比较方便啊。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，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，通知基层单位，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。查，有列级人员。谢霆，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，咱们有进展了。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，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，进行了物理检查，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，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，有相同的秋裤。案子上线了啊！从看守所传来消息，有一个犯人呢，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，叫陈小秋。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，他为啥要去韩国？他又不懂韩国话，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。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。哦，对了，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，1年3季，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。哎，就这样的。家庭住址有，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。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？是，不是摸排过吧？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？不是摸排了4轮吗？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？你们怎么摸排的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你们？你愣着干啥呀？赶紧去呀，把摸排的民警找来。听说11号尸检有新进展，啊，我也听说了。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。这事儿办不定挨骂的品吗？啥事儿不知道，这一两句说不清楚。报告各位领导，这就是9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，民警杜凤春。这是咱们省厅2位领导，我就先不介绍了，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。我们9号地区摸底，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，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，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。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，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9号所协助工作。我们是南片区。27居委会摸排谁负责？是我。有摸上可疑的人没？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，其中包括陈小秋。这个陈小秋个楞眼儿，是吗？好像是。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，是不是？
这个不太清楚。检举人说啊，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，知道不？这不知道，这个没听人反映过。你说你啊，你啥都不知道，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？继续说，说具体点。摸排陈家，我去了6次，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，老大去了外地，没办法面见本人；老二去了韩国，也不能面见本人。案发后，老三在家，但是初2就走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，所以碰头会上，我也把陈家3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。碰头会，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，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。陈家3兄弟这条线，我觉得不能过。但是，我虽然怀疑，可也证明不了啥。你都怀疑了啥？感觉，就是感觉。老二去的是韩国，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。但是我也没资料，啥也证明不了。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？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，我都会向上面汇报。可是我没法证明。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，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，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，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，一旦走漏消息，嫌疑人就会潜逃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，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。我看这样吧，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，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，也必须接受传讯，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。传讯的时候呢，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，最好是熟人去，以免造成混乱，走漏消息。我去，哎不，还你去。快去。是。1月28号那天晚上，你家都谁在家呢？我说领导啊，你不能别问我了。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，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，你这10来天了，都问我8遍了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平常吧，我根本不管家，这老伴儿也不在家，我真的啥也不知道。那我审了你8遍，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？你看，不就那么一说吗？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？戴局问过邻居了，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，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。陈晓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，陈家人都各自行动，互相都不通气。接着问，一直问到底儿掉。是。秦爷交代了，陈小秋有假牙，有纹身，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，还有他弟宋小民，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。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，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，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3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。小伟，你说说。根据询问啊，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，应该有10几个人。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。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，
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。我呢，更倾向于这个人，宋小军，他去陈家次数最多，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。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，圆乎脸儿，个有1.8米，目前无业，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，据说人很文雅，善书法。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。另外2个人呢？同时认识陈小秋，又认识宋小军的，这个人叫孙哲，身高1.8米左右，瓜子脸，眉清目秀的。重点啊，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，负责收水电费。去年呢辞职了，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。还有一个人呢，我吃不太准，叫宋小民，他是宋小军的弟弟。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，哥俩比较亲近。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。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，哥俩比较亲近。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。初2他跟他的母亲到沈城去走亲戚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宋小军我觉着不像，从气质上，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，而且没有前科呀。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。几个月前，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。几个月前，你们想想啊，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，10几天了，咱都找不到尸源。哎，他就在合昌，这本地人，有家庭，有邻居，有熟人，咱们查得那么仔细，筛了4遍网，就算民警他再失误，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？所以这个陈小秋，他去韩国，就是个幌子。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，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，走没走，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，他们家里并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，到他们家，他们家里人没反应，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。他们潜伏了3个月，才出来活动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。孙哲学我车，会开车。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。陈小秋如果回来，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。也就是说，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。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，不能再拖。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，立刻抓捕宋小军、孙哲、宋小民，把他们都叫来吧，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。但是注意保密，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。是。我建议啊，凌晨3、4点钟，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，而且呢，对方有枪，又有作战经验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，而且犯的都是死罪。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，弄不好啊会有枪战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争取抓活的。我倒觉得明天凌晨6点半行动比较合适。这个时候，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，天也亮了，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，街上的人不多，但也没离开家，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。
行，可以。我们组成3个抓捕小组。秦川在哪？在这儿。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。是。胡斌在哪？到。你负责抓捕孙哲。是。肖金东在哪？到。你负责抓捕宋晓明。是。明天凌晨2点开饭，6点出发。我要强调一下，天冷，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，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。是。你咋不睡啊？3台救护车，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？真瘆得慌。当然了，他们手里有枪。在呢。是孙哲媳妇吗？嗯。孙哲在吗？嗯。哎呦！
二哥，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，你配合一下，跟我们去公安局刑事调查。啥都没有啊，枪、衣物，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，一件都没有，跟陈家一样。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。按京东的分析，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。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人事群，找突破口。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，注意啊，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，注意方式方法，别把子弹给我吐露光了。明白，我去安排。叫啥名？宋小军。叫你来，知道为啥不？不知道。西山矿发生的案件，你知道不？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别扯别的，我问你啥时候知道的？就那2天知道的，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，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。那你28、29这2天，你在哪儿？都干啥了？我28号、29号在哪儿呢？对。我没出门，我在家来着。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有谁到你家去过？没有谁来过我家，没有。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？密切啊，就是关系好点的呗。常来往？常来往的，我同学张华子、叶军儿，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，修摩托的赵哥，还有几个朋友呢，关系就都一般了，都得说吗？你咋认识赵哥的？修摩托认识的。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。赵哥32、33岁吧，修摩托挺厉害的，在矿里上班。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，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，就他家。对。你们俩经常来往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有时候接触。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，我给我儿子办满月，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。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，一气儿买了4只，我这印象还挺深的。再后来，没有了。实在想不起来了，都包的就剩眼睛了。好像是，又不太像。哎呀，我也说不好。你咋认识陈小秋的？陈小秋啊？对。陈小秋上班认识的。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。我儿子满月，他
不也过来了，喝酒来了吗？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，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，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，都在。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。陈小秋一般情况啊，个儿挺高，1.8米多大个儿，比我高半头，比我壮，比我黑，就能给我装进去，还有富裕的那种。眼睛就这面，就他这面，你这面嘛，就是眼睛有点斜歪。对。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？应该在韩国呢。去年10月份，他说要去韩国打工。临走前请客喝酒，我去了。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。再后来就没信儿了。这没见过面了就。这期间，他给你来过信没有？没有啊。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，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，问他爸还有他小弟，我说有没有信儿啊？秋子就，没信儿，也没来过信儿。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？他家没有女孩儿。那是哪一年呢？我得想想。87年吧。我们俩一起上班，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。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，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，就特别喜欢，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他走以后，你和他家人还来往？来往啊。那没事，我和我们2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。今年年30，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，送了好多生的。然后临走之前，我还问他妈，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？然后说没有。4个人里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，只有陈小秋去了。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，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，啊，挺亲近呢。这就有问题啊！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，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。但是这个名字呢，没有排在第1位。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，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，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，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，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，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。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？对，格楞眼。是吧？这叫格楞眼啊。对，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。牙缺吗？缺不缺牙？缺不缺牙？对，问你呢，缺不缺牙？别想说。没注意，那不缺吧？你这好像啊，你们那么熟，缺不缺牙不知道，老在一块吃饭。至少这门牙不缺，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，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。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？比如说纹身有没有？没注意。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。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，夏天穿棉袄啊、棉裤啊都穿上啊，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。确实没有，没有。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？我说这2回没有，肯定没有。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？上外地干啥去啊？没有，确实没有吗？没有。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没有？有没有前科？没有。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这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想好了再说。他那我不知道，我至少我没有，我确实是没有。实话吗？实话呀。说的是实话，是实话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属实吗？属实，我干干净净的。
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，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。那陈小秋走了，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，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，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。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，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，考虑的非常周密，这不简单呐。这里边有2点必须深究。第一，1月28号，他没出门，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？第二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？这2点，如果有一点有矛盾，就能打开突破口。白梅，我再问你一遍，1月28号晚上，就是西山矿案发那一天，你爱人出去没有？这都多晚的事儿了，记不住了。应该没出去。是在家吗？你这死冷寒天的能干啥去？明确啊。明确。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，他在外面单过，我啥也不知道。1月28号那天，你在啥地方？在干啥？谁能证明？1月28号那天，我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，从下午3点就开始，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。都谁呀？都是我邻居。知道名字吗？那肯定。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过。是。具体职务？工人。水电科的。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？是。你对北楼很熟吧？熟。啥时候辞的职啊？没辞职啊，我办的停薪留职。去年10月份的事儿。为啥要停薪留职啊？工资开的太少了。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，做点服装啊、日用品什么的。你和陈小秋、宋小军是啥关系？那都是哥们儿，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。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，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。跟宋小军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。1月28号，西山矿出事那天，你在哪？20，那我没在本地啊，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。我去北京做买卖，去年10月份就走了，联系点木耳生意。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，这钱都花了。最后买卖也没谈成。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？我媳妇儿。那除了你媳妇以外，还有谁？也有人能证明。谁？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？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，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，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。她叫啥名？叫丽丽。她姓啥呀？那我不知道，没跟我说呀。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？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。多大岁数啊？能有个18、19岁。旭城的。他住哪儿？这我真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呀。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？就是从培兴回到旭城，在旭城火车站。这么长时间，2000块钱够花吗？陪丽丽，花费可小不了啊。
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，偷了多少钱呢？3000多。过去偷过多少？过去没偷过，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？谢霆，潘局，魏叔，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。宋小民说，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，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。核实过了，情况属实。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，但是不能让他走，为了保密啊，先扣在局里。这个审讯记录看，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，可以继续进宫。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，但实际上呢，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。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。可以。好。我已经怀孕了，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。你认识陈小秋吗？不认识。1月28号，孙哲在哪儿？他11月底就去省城培兴做买卖去了，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。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？我第2天就听说了。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？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，在他父母家，他当时也议论了，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，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。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？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？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，他是个老实人。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，有2个人反映说，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。还有个工人说，他刚下班，29号那天7点多钟，他看见孙哲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。竟然还有证人，哼！这审了都快1天了，这都下午4点了，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。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，预审科也上了，一直在审着呢。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。审讯先停了吧。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，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，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。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。可是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！明天早上6点半，要再问不出个啥来，那这仨人就得放。再要收审，那就复杂了。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，经过几轮审讯，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，那我们就更被动。初审没有任何结果，案子到了十字路口，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。人命关天，不能出任何错。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。那现在是一半一半，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，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。那宋小民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？我不这么看。虽然这个宋小民暂时被排除怀疑了，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，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。说他们俩疑点降低，没啥根据。我觉得还是没审透。你们看啊，
这个宋小军儿，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？他媳妇儿，这不足以为凭啊！而且审他的时候，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，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。还有这个什么孙哲，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，去外地了，啊，1月29号晚上才回来，咋证明他去哪儿了？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，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，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，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，嫌疑最大，应该接着审。继续审，主攻白领。我啥也不知道，你让我说啥呀？到底啊？审了1天了，还没审下来。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，你们这是要干啥呀？哥哥，你听说没？知不知道？他们说可能抓错了，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炮，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。谁说的？长不长脑子？他不可能整错。你咋这肯定？不是肯定。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？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呢？你以为戴军的脑子？说我啥呢？没啥，戴军，那孙小军还没撂吗？小子嘴是真硬。我告诉你白灵，哭没有用，你就哭出大天来也不行。你把我哭的是干啥？我啥也不知道。审了半天，啥也没问出来，鬼哭狼嚎的，怎么办？让他回去？回啥回？继续审，今天必须把他给我撬开。哦，戴军，我能试试吗？我认识他好多年了，我了解他。好，让金娟试试。但是我有一个请求，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。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。你让我回去吧！你把我哭的是干啥？我啥也不知道。别哭了，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。川儿哥，你让我回去吧，我啥也不知道。我孩子那么小，你们折腾他干啥呀？你叫我啥？川儿哥。我叫什么名？你不叫秦川吗？我家住哪儿啊？你家住12楼街，小杆底。你说我妈叫什么？秦婶儿。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？嗯。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？2只吧，至少2只。我之前在哪儿工作？大山子派出所。大山子派出所。嗯。你除了跟我熟，还跟谁熟啊？生哥，还有高叔。高叔。嗯。就是保健社副所长。我高叔。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？嗯。被人整死的。抢了枪，把他给打死了。那你知道杀高所的人跟西山矿抢公司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？
你结婚时候告诉我去没去？去。随了多少钱礼啊？50。告诉这人最好，让100给我随50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？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。他那天参加完婚礼，喝点酒，跟我说的，说玲儿嫁人了，嫁人还不错，像是个老实人。你告诉我，宋小军是老实人吗？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？告假了。为什么不戴啊？手冻肿了，戴不进去了。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，一个金戒指的钱，那赶上普通一家人1年的开销啊。他挣钱这么容易吗？你心里没数吗？这大嘎得多少钱呀？你管多少钱呢？给你买了你就戴呗。你给我买的，你哪来的钱呢？我挣的呀。你咋挣的？我做买卖挣的呀。啥玩意儿你？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？我还倒腾别的呢。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，甚至是你高叔的血，你怎么想？别说这个了，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，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，你跟孩子别说了，你先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小玲，宋小军是你男人，你不想揭发他，我理解啊。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，不是普通事儿，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。死了10个人，还有一个11岁小孩，每一个都补了枪。你也有孩子，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，然后拿枪照着脑袋，还补枪吗？坐下，坐下。听我说，白玲，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！你不揭发他，会有人主动揭发他；但你不揭发他，你就是包庇他，包庇是要进去的。你想过吗？你进去之后，孩子怎么办？你看着我，孩子多大了？6个月。多大？6个月。再说一遍。6个月。
好了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，啊？能保住你们娘俩。孩子这么小，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，啊。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，能听懂我这话吗？啊？我真的啥也不知道。那你怀疑过吗？怀疑过吗？我怀疑过。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。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，那会儿吧，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，然后也不咋赚钱。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，过年就回娘家了。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，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，他就说他赚着钱了，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，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，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。你看你这手，全是疮，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？我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戴着，戴着啊！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！你带我来这儿，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？你又买个这玩意儿，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，你看跟大萝卜似的，哎，这个格格不入的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你给退回去。退谁呀？我退哪儿去啊？哪买的就退哪儿去呗。急眼了。